中國官方公開信息顯示，目前中國大約有2億人處在廣義的零工狀態，包括自僱者、外賣員、網約車司機、主播和各種平台打工人。這個規模已經接近非農勞動力的30%，比10年前大幅上升。在中國，曾經被當成臨時過渡失業緩衝帶的零工經濟，如今正在悄悄變成本國的新常態。越來越多的人從白領、技工、小老闆被一路打回原點，最後都擠在同一條賽道上，送外賣、跑網約車、直播帶貨，活成了一塊塊可以隨時被替換的零件。這一切的轉折點很清晰。幾年前還能瘋狂吸納就業的3大吸金池——房地產、教培、互聯網大廠，先後暴雷、被錘、收縮，房企暴雷、爛尾、裁員，教培行業一紙新規，成千上萬人一夜失業，互聯網大廠停止擴張，開啟史上最慘優化潮。曾被吹成金飯碗的崗位，還沒捂熱，就已經在一輪輪裁撤名單裡消失。結果就是，年輕人畢業第一份工作不再是寫字樓、工位和工牌，而是一輛電動車、一個保溫箱、一頂頭盔。中年人35歲被優化以後，從管理崗、技術崗一路跌回馬路邊，成了平台上的一個編號。那些沒能被辦公室接觸的人，統統被續進了零工經濟這個池子裡。可問題是，這個池子不是無底洞。可以把中國的零工經濟想象成一個巨大的蓄水池，上游是被工廠裁掉的工人，被公司優化的白領，被行業政策拍死的教培老師、房地產銷售；下游是美團、餓了麼、滴滴、快手、抖音、小紅書上的各種平台活。本來這個池子的設計是為了臨時緩衝，你失業了，可以先跑跑單、送送外賣，等經濟好一點，再回到正經工作的軌道裡。但現在的現實是，上游的失業洪水越來越大，下游能流出去的體面崗位越來越少。公開數據指出，中國目前自僱和靈活就業人群比例已經從10年前的約20%上升到接近30%，而且還在繼續走高。這意味着，原本應該由企業、工廠、機關、學校吸納的就業，正被一輛輛電動車和一部部智能手機兜底。這不是多了一種選擇，而是別無選擇。網約車司機翻3倍，單子只漲一點點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網約車。根據中國官方公開數據，截至2024年的4年間，中國取得網約車從業資格的人數增加了2倍，達到大約750萬人。而網約車訂單總量同期只增長約60%，翻譯成人話就是幹活的人暴增，餅只稍微做大了一點，每個人分到手裡的那一塊反而變小了。這就是為什麼你發現現在在1、2線城市打車經常幾十秒就應答成功，那不是服務更好了，而是等活的人實在太多。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門開始提醒求職者慎重進入網約車行業，因為競爭過於激烈，很難賺到體面的收入。外賣行業同樣如此，外賣平台為了提升效率，不斷壓縮配送時間，壓低單價，同時用算法實時監控接單、出發、送達的每一步。騎手戴着帶藍牙耳機的智能頭盔，耳朵裡反復響起系統的提示音和警報，稍微一慢就可能被扣錢、被處罰。他表面上是自由職業，實質上卻是被程序牢牢拴住的流水線工人。《華爾街日報》記錄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，35歲的外賣員徐輝。他曾在老家當理髮師，店所在的樓被拆後，他去工廠做過季節工，還進過 iPhone 代工廠。最後，他選擇來到城市送外賣，每天幹13到14個小時，一周7天無休。常常是送完最後一單，已經接近午夜，才有時間吃上自己的晚飯。
他和另一位外賣員合租一間簡陋的小房間，一部分收入要還債，其餘的大頭寄回老家給妻子和孩子。對未來，他說：“我甚至不確定半年後我會做什麼。”這不是某一個人努力不夠的故事，而是整個時代的橫截面。原本應該由製造業升級、現代服務業擴張承接的那部分勞動力，現在被平台經濟以最低成本打包收納。他們撐起了這個國家外賣、快遞、即時零售的高便利，卻沒有與之匹配的安全網。高風險、高強度、低保障、拿命換錢的工作。零工工作有一個共同特點：高風險、強體力、弱保障。以外賣為例，官方公開信息顯示，2023年涉及外賣員的交通事故約有 1.2 萬起，平均每天大約33起。某位東北騎手吳迪就對媒體表示，他本人已經經歷了3次交通事故，而同一配送站裡至少有3名同事因工作中的意外事故喪生。而這些風險背後是幾乎沒有社保、沒有穩定公積金、沒有長期勞動合同的現實。很多零工勞動者以個體戶或平台合作方的身份出現，名義上是自己當老闆，實際上是公司不必為他們承擔長期責任。他們生病只能自己扛，受傷就直接下線休整，沒有帶薪休假，更談不上完善的工傷保險。當一個社會最辛苦的一群人是這種高風險加高強度加低保障的待遇，這個社會的安全感必然會迅速塌縮。當2億人都在省錢保命，誰來拯救消費？經濟學家、官員、專家這幾年反覆強調一個詞：要擴大內需，要提振消費。問題是誰來消費？對徐輝這樣的人來說，每天13到14個小時的工作換來的收入，一部分用來還債，一部分寄回老家給孩子、老人，留給自己的只能是最基本的吃飯、房租。對無數在外賣、网約車、物流、直播帶貨之間奔波的零工來說，收入波動大、不穩定，隨時擔心平台規則變化、訂單驟減、身體垮掉。在這種生活預期下，人們的第一反應不是怎麼買更好的東西，而是怎麼把每一塊錢都花在刀刃上，怎麼給孩子多留一點學費和生活費，怎麼給自己攢一筆以防萬一的醫療費用。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公開數據都在反映同一個趨勢：中國的零售銷售增速在疫情後並沒有迎來想象中的報復性反彈，反而曾經出現過創疫情爆發以來最低增速的情況。商場客流量減少，非必需消費被推遲，企業反饋大家只買剛需，能不換的堅決不換。當社會主力人群不敢花錢，只敢省錢保命時，任何刺激消費的口號最終都會變成一句空話。零工經濟正在悄悄掏空未來的養老金。更危險的是，零工經濟不僅拖累了當下的消費，還在暗中埋下了一個更大的炸彈——養老金缺口。許多外賣員、網約車司機、平台零工，要麼沒有參加職工養老保險，要麼繳費基數極低，繳費不連續。他們現在是城市裡最忙、最累的一群人，但到了老年，如果沒錢自己續繳，拿到手的養老金可能微乎其微，醫療需求卻只會增加，看病、買藥、住院的負擔會顯得格外沉重。有研究指出，中國對零工經濟的依賴程度越高，未來養老金體系的壓力就越大，因為大量勞動者在工作年限內沒有足額繳納養老保險，而老了以後卻仍然需要社會保障兜底。換句話說，今天看起來靈活自由的2億零工，可能在幾十年後變成社會保障體系裡最難安置、最難照顧的一群人。國際機構也在發出提醒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多次指出，中國經濟長期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，而居民消費的占比偏低，這會拖累長期增長。如果在這個結構裡
再疊加一個龐大的零工人群，收入不穩定，不敢消費，缺乏社保，不敢生病，不敢提前退休，看不到職業升級路徑，只能在平台算法間內耗。那麼，這個國家的經濟表面上或許還能靠出口訂單、基建投資維持增長數字，但底層居民的生活會越來越像一部疲憊不堪的生存綜藝。白天拼命工作，晚上刷着別人更慘的視頻，最後在失眠中進入第二天的循環。當人人都在打零工變成了一種普遍景象，這不是所謂靈活就業的勝利，而是一個危險的信號。它意味着社會已經失去了為普通人持續創造高質量崗位的能力。當整個社會把所有力氣都用在活下去，卻沒人再有餘力向前走，經濟復甦就只剩下一句空話。這才是外賣中國最可怕的地方。